因为现在最新消息是，普丁已经秘密的会晤了伊朗的最高国安官员，引发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就是现在也确定，俄罗斯的米格28它的这一个武装直升机，北约代号叫做浩劫，已经确定交付给伊朗。我觉得普丁的这一波他的这个表态看起来他是支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哦。那我觉得这后面有他的盘算。第一个就是川普大概是这几年的美国总统里面一个对俄罗斯相对比较友善的总统。那所以我觉得普丁他不想跟美国直接的撕破脸。好，接下来我们特别来关心到中东情势。现在伊朗呢核设施的发展有了最新进度，加盖了它的屋顶在它的核设施上面，并且说要这个有可能现在专家猜测要重启核设施了吗？另外一方面，美军的航母则是逼近到门口去了。还有再来就是萨德系统包围整个中东地区，俄罗斯是否有暗中撑腰呢？今天我们就中东的核阴影逼近了，一起来做关注。好，赶快来看到是就在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到了中东的时候，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是来自于卫星影像曝光了。当时这两个核武设施呢，遭到美军跟以色列的轰击之后的这个核设施，包括了伊斯法罕跟纳坦兹哦。现在说呢，本来以为它已经荒废了，但是看到这个屋顶加上了一个盖子吗？一个屋顶盖，所以呢，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他正在做快速的修复？伊朗是要抢救它剩余的核材料吗？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美军方面则是赶快出动了，包括它的 P8A 的海神反潜巡逻机之外，还有它的这个海神的高空无人侦察机也频繁的出没，每天执行10到15小时长时间在这个地区做监控。伊朗说了，他不会退缩的，并且从1号开始，在荷姆兹海峡已经展开为期2天都是实弹的军演。我们来特别解读一下这个核设施为什么这个时候加上了屋顶。那美方呢？美军为什么还没有动手？是在等更明确有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就是核设施慢慢做起来了吗？委员怎么看？我觉得舆论上很多专家也都是莫名其妙。以前说啊，伊朗被美军轰炸毫发无损，不是一堆专家这样讲吗？就毫发无损，你在抢救什么？都很好笑，逻辑上根本是矛盾的嘛。以那么样的地堡炸弹炸下去，不死也半条命。为什么？因为那个铀的提炼的离心机精准度要非常高，比我们那个什么那个高铁还要精准度还要高，还台积电还要高。为什么？因为它离心速度非常快，所以要稍有点地震的话，我们都要担心我们的那个台积电机器有没有受损。是那么重的炸弹打下去，光那个震波就会使这机器损坏。那你停顿了以后，确定我们很清楚，伊朗在这方面停工了啊，停工只是损害程度到了，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损害。那你这种东西只要一停工就没法提炼，没法提炼就搁在那边了嘛。那伊朗到底在搞什么？加个屋顶啊盖，它可能有一些动作啊，不排除是抢救剩下的核材料。看还能不能从那个什么铀的离心机里面刮出一点残余的东西出来，那可能性是有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轰炸的对象，绝对不是。那你美国这是什么海神啊、反潜机啊等等来出动，其实也没有别的目的，在查清楚伊朗的防空这个还有剩下多少力量，还查清楚伊朗的革命卫队到底部署在什么地方，还有在查清楚这些包括哈梅尼在内的有将近30个教士集团的头，你们到底人在哪里？你们都用什么方式跟其他人联络？从他们的通信这个状况里面去查清楚他们人在哪里。他找这个目的是何在？这一次的美国如果出手攻打伊朗，只有一个，就是要动摇他政权。因为任何一个政权接受国外不断的轰炸，迟早就会垮的。因为他毫无反击的能力嘛。那你说他会去打荷姆兹海峡？美国说你来啊，正好。他担心是什么？因为荷姆兹海峡有一半是什么？有一半是伊朗，因为中间有个小岛，另外一半是阿联酋了。你打吧，现在油价那么低，上涨对美国没什么坏处啊。所以很多逻辑上我们要先把它理清楚哈。那所以现在这个教士政权已经进入了满清末年。为什么是满清末年呢？因为这个教士政权基本上不是伊朗人，像哈梅尼本身是阿塞拜疆人，一票阿塞拜疆人控制伊朗的伊斯兰教。
然后用伊朗的伊斯兰教来统治大多数的伊朗人，跟满清蒙人像不像？满族统治中国大多数汉族的这个德性啊。但是为了维持他的宗教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他就不断的用宗教理由啊，想要去攻击以色列啦啊等等等等。本来伊朗是跟以色列跟西方是非常好的，那就一来了遭到打击，那他自己又经营不善又贪污。如果以习近平的这个标准的话，哈梅尼早就抓去枪毙了。他是伊朗第1号大贪官。伊朗的石油收入3成进哈梅尼口袋，4成进入革命卫队口袋，国库只进3成。贪污贪到这种公开的一个地步。所以为什么伊朗的经济不断往下滑，就是这个贪污政权。那整天拿个经典在教训老百姓，女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女人不可以上学校。玩这个游戏啊，他已经几乎就是退化到中世纪里面那种黑暗的神棍政权了。那美国当然要说，嘿嘿嘿，我什么时候治不了你，我现在来修理你。炸一次不死没关系，再来第2次。但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动手，不必急。当时在委内瑞拉一直弄，我说会打，一定会打啊！大家说怎么那么久还没打？放心，他等他用钱收买差不多他就打。他就这个道理啊。就斩首是马杜罗，现在斩首的对象比较多，所以应该是比较真主党的模式。可是他现在最大问题是情报到底灵不灵啊？你看以色列打到真主党，知道有几个人在那边开会，啪嚓一下就一锅端了。美国有没有这个本事？你 CIA 有没有这个本事？有的话他就干了。而且再来就是他光一个航空母舰舰队不够啦，要轰炸这么多将近100个目标，你最起码什么要2个航空母舰。那川普说还有一个神秘舰队要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川普，你不要丢脸好不好？是好，所以说，首先是美国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再来就是第2个航母什么时候到达，那美军才会针对于伊朗的这个教师政权来做出手，还同时呢锁定它的核设施。那我们现在看呢，除了川普说有一个神秘的航母正在前往中东之外，还有林肯号，再来就是五角大厦也在全面的铺设它的这个防空网。我们来看到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是萨德飞弹连，第2个爱国者系统已经全面进驻在中东的约旦地区，还有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飞弹驱逐舰现在也完成了包围式的布建，2艘在荷姆兹海峡，还有几艘呢在阿拉伯海、红海跟地中海等等。那哈米尼也首度的针对国内啊，他说这一些示威者他们这个都是定调为政变的。那现在外界预估恐怕伊朗会有数万名的示威者被展开大规模的处决。哈米尼也对川普正式的放话了，如果你真的美国动手，会引爆全面的区域战争。怎么看美军的布局？舰长怎么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林肯号，它已经实际上在阿拉伯海了。那就如果说我们比照去年6月17号5月之锤行动的话，他们那个时候是有2艘航空母舰打击群的，一艘也就是尼米兹号，另外一艘是卡尔文森号。现在光靠那个林肯号一艘的确是不够的。我们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也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林肯号的位置在这里，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来比对一下东亚，其实没有其他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有一个美丽大而美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我们上个礼拜就破案了，也就是布希号打击群。那布希号打击群呢，它要跨过大西洋过来啊，那它会直接的进入地中海，然后在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个沿岸，因为其实以色列上一次的防空飞弹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但它用航空母舰打击群呢，因为打击群的本身它就有这一个神盾系统，那个例如说这个伯克级的这种驱逐舰，它也可以来协防这个以色列的防空。那如果说我们对照上一次的话，上一次其实声东击西，也就是所有的航空母舰集结在阿拉伯海，但是真正的打击是从那个美国本土这边，从西边来的。那这一次到底是要怎么打？那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一次，它要除了这一个有关于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之外，另外他要把这些政治人物一次的清扫干净。因为我们如果看上一次的话，那也就是第一个福尔多的这个设施
被第二次攻击，被以色列攻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说你美国的这一个碉堡克星没有完全的摧毁，他就再来一次。那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这一些国防情报局的人员说，其实上一次也没有完全的摧毁。那也就这一次呢，他最可能应对的是哪一个？是纳塔兹。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路易斯的这位教授，他长期的观测这一个有关于美国如何使用弹道飞弹，他就说之前那个攻击的纳塔兹是这个地区，可是呢，他们在靠山这里挖了一个更深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张更深的这一个地道，那也就是他们是不是已经从这边移到这边来了？至于说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一个它是不是盖屋顶啊？因为会漏水，因为如果没有屋顶的话，下雨水就进去了，所以确定其实是被打穿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在伊朗的这个核设施的进度，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还有俄罗斯的角色，俄罗斯到底会不会协助伊朗呢？因为现在最新消息是，普丁已经秘密的会晤了伊朗的最高国安官员，引发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就是现在也确定，俄罗斯的米格28它的这一个武装直升机，北约代号叫做浩劫，已经确定交付给伊朗。如果真的打起来，俄罗斯的角色，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普丁的这一波，他的这个表态看起来他是支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哦。那我觉得这后面有他的盘算。第一个就是川普大概是这几年的美国总统里面一个对俄罗斯相对比较友善的总统，包含这个去年 NSS 里面把 rival 这个名字都从俄罗斯身上拿掉。那所以我觉得普丁在乌俄战场上可能有一些谈判，他会觉得可能还需要美国，所以他不想跟美国直接的撕破脸。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地缘上面看起来，俄罗斯最近的这个军事基地是在叙利亚。那叙利亚它还要如果要去援助伊朗，它还要借到伊拉克。可是美军其实在巴林就有它的这个舰队基地，所以我觉得这两者这样相较之下，俄罗斯要去介入这场战争，坦白说它并没有太大的甜头。就是我认为它要实质用这个军队来介入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刚刚主持人讲，就是包含这个米28，这个是的确送过去了，所以俄罗斯的现在的盘算应该是提供伊朗一些基础的援助，然后军事顾问本来就在，然后再加上部分的武器的提供，但是实质的地面部队或者是要派海军过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好，现在中东的战火又要再度燃烧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在放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因为美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正在往伊朗来进发了。那么川普会这样讲呢，其实已经代表了美军想打伊朗的这个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并且模拟出了2套的攻击剧本哦。我们来看方案1是所谓的有限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在的军事设施做如这个手术刀般精准的力量去打击，那重点是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场面闹得更大，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罢休，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好，2种方案呢要来实施都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林肯号，它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呢，它偷偷关闭了它的定位发送器。所以说，现在林肯号整个航母他们是处于一个隐蔽的航行模式。这也是以往美军在进入到备战状态时呢一贯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载的 F-35这个逆踪战机也会是这一次如果要空袭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个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军的海外基地还可以来帮助包括了 F-15E 啦，还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这些空中战力，都可以来做一些联合的支应。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现在美军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我们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经是这个蓄势待发的感觉了。这个箭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川普他授权的进攻绿灯，这个周末有没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们先请张教授来做分析。我们可以看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东的美国驻军的基地，
停火之后，我认为一切到位了，还就可能对伊朗开始动手。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2个关键因素你要到，第一个空中语音要到，E3跟美国林肯号航母舰数了E2D，这个2个都要起来，因为没有起来，没办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时候会造成误击事件。是，那这个就非常重要。那这2个没有到位之前，我认为还动手的可能性还没有，因为要空中。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为否则，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会对航母的打击区实施威胁、实施攻击。那它会在它的这个飞弹有效射程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个时候就要空中加油机了，因为空中加油机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战机起来没有经过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2个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机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施攻击。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是。上一次的时候，在1月3号对委内瑞拉实施马杜罗实施这个类似斩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纽约去准备这个审判了。对，那我认为这个是外科手术室。那它的进行的步骤要有4个。第一个，一定要电磁制压，电磁权一定要先强调，对伊朗的防空飞弹电磁制压住。那这时候这就可以获得了电战的优势，才会有第2步。第2步。我认为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它这航母打击群为什么要过去？因为它的提康德洛加级的飞弹巡洋舰，以及它的我们所讲航空母舰的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里面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就是对它这个伊朗的重要的雷达站的关通系统、重要的指挥所先做第1级破坏，因为这样子的话，美国才可以掌握空优，先把它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先做破坏。第3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那派战机就分有2股兵力，第一个 F-35负责制空，因为它逆中战机，空优交给他。F-15负责对地打击重要的目标，因为这些相关摧毁完毕之后，美国经过人造卫星的战果征兆，还有哪些要继续要摧毁，还有哪些重点的目标要继续实施制压，这个时候交给 F-15E。那 F-15E 就准备过去。进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实施渗透性、穿透性的打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外科手术室。那会不会有地面部队进入呢？我认为还不会有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进入的话，会造成美军的伤亡。因为这一次在1月3号的委内瑞拉，美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动过，就达成了外科手术室的斩首战，把马杜罗抓走。那这一次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对伊朗的高层。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以及哈梅尼他的宗教领袖，我认为他会实施外科手术室的这种攻击。然后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所以我要认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系统这一方面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会把详细的位置经过以色列的掌握，然后告诉美方，美方实施动手。这种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后面这一次最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为它是我们讲的炸弹卡车，因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个轻型轰炸机。对，这个也有上一次的话，还有历届都有战果。然后我认为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然后把其他的还没有摧毁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所以我们一看，这是一个有限的战争，不是无限的战争，而且是外科手术的这斩首战。那至于斩首会不会成功，他们会不会藏匿这个9地之下，进入这我们讲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碉堡的指挥所里面，让美军没办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个地方，但是没办法摧毁他在地底之下，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会持续掌握到后续。继续用兵的姿态，会给伊朗在军事上极限施压。伊朗呢，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些抗威、游行、抗议、示威，那这个方面都还活动不断。换句话说，伊朗会面对内外的压力。那为了会不会造成它这个内部政权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威胁？我认为会产生，就变成也类似的这个里应外合，让伊朗政权在这方面可能会。这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非常值得观察。好，刚才张教授给我们提出了2个观察的重点，就是
电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加油机，这2点一旦到位呢，美军这个手很快可能就会打下来了。好，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啊，换作是谁啊，当然都会怕嘛。但是伊朗啊，他们也不好惹，像是武装的部的发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敢对我们的领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让他们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这话说的很强硬哦。而且伊朗的这个武器库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底气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哦。伊朗虽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对轰中消耗了700枚的飞弹，不过呢他们在美军的估计下，可能还拥有3000枚以上的各类飞弹，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飞弹啦、流星3型的弹道飞弹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盖到2000公里的，整个中东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日前完成了这个试射啊，有这个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飞弹哦，也是试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哦，这个大家伙。那我们都知道呢，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也都对伊朗有一些飞弹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美军所忌惮的。那好，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军很积极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机穹系统，但是在机穹系统都还没有建制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像这位伊朗发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让你美国陷入一片火海，防御上做得到吗？美军可以防得了这个伊朗最可能的反击手段大概是什么？来，将军。我们讲了这个美国虽然拟了2套攻击伊朗方案，第一个是有限打击，我认为有限打击它没有效，在去年6月份已经证明过了嘛。美国跟以色列来讲，对伊朗这个持续的空袭了12天，但是虽然说是也可以称之为有限打击的，但是它现在一样依然又壮大起来了，所以有限打击是没有效的。第二个来讲，决定性的打击，我觉得它做不到。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敌人的意志，或许对一些国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对伊朗这个国家，你光靠空袭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思想在里面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做不到。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准备了大量的导弹。美国跟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略观念还是传统的空中的空袭制空作战，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势作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都有强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击的力量。但是伊朗这一次给我们示范一次什么叫做导弹作战，我称之为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它虽然说它没有很强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舰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战武力，可是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导弹，那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就是不对称的作战。它一样可以对以色列这个距离1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来用导弹来实施攻击。去年6月份它已经证明了，它确实是你的拦截力道后续去年6月份之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拦截，那个感觉上面它的拦截率已经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几个重要的设施都被击中目标。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它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卡达尔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这些都是在伊朗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美国自己也知道担心了，他现在开始将这些基地人员做一些撤离，可是这个你能够跑得了庙，跑不了这个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庙你跑不了。如果说伊朗一旦对你这个基地设施实施打击，那你一样会遭受很重的损失。尤其是这次伊朗它号称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导弹，洲际导弹，射程可以到达1万公里。我们不论它是不是吹牛，但如果说它已经讲出来的话，那确实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当然不至于对美国全国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国这种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几个主要城市遭受到1枚的导弹攻击到，我觉得对美国全国的政局来讲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遑论这次如果说伊朗已经准备了将近3000枚的各型导弹，我觉得这个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为去年6月份之后，我们就听到伊朗大量的进口硝酸铵这一类的这个导弹发射的原料进口，然后中间有一次还发生过爆炸，那可见它在大量的存储以及制造这些弹药。但最后
我们要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哈，它最大的武力是什么？是革命卫队，它不是国防军，国防军武力不强，但是革命卫队是真的是有战力的一支部队，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队。那如果说你贸然跟伊朗开战，你第一次没有办法将它这个实施斩首定点清除之后，那后续来讲，那会不会他跟你来一个鱼死网破他这所有导弹一股脑的往以色列砸过去，往你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砸过去，那当然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响。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他准备承受住700枚的导弹的攻击所以说纳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这把火打起来的话，以色列势必会遭受到将近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当纳坦雅胡是说，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这个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可以将这个哈米内伊这个宗教政权铲除来，他觉得还是划得来。所以从他以上讲这些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这场仗一打起来，他一定会遭受到攻击。当然，只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后续的可能就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了，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还有美国，还有国际的战略观点、地缘政治上，如果说这个当这种导弹确实发挥它这个所谓不对称战争的这种效果之后，那对于全球的后续以后的战略想法会不会改变？对于整个地缘战略会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这才是觉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讲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不敢贸然的动手，还是不太贸然动手，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伊朗打下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过，总理纳坦雅胡也已经做好壮士断腕的决定了，说我愿意承受700枚这个飞弹的攻势，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哈米尼的政权铲除掉，他认为是值得的。可见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很接近一触即发的状态了。不过开战前呢，川普也再次强调，他将对跟伊朗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加征25%的关税，并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见啊，美军要飞弹跟这个经济武器啊一同来发难。那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嘛。而如果美国真的等手让哈米尼政权垮台，势必会扶植一位亲美的领袖上去做这个政权的交替。那么长久以来，对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布局会有什么非常重挫的严重性吗？还有这么多年来，伊朗人民已经习惯这样政教合一、这样神权政治的哈米尼式的这样的洗礼呢？如果这个时候伊朗社会的最大群体换老板了，换了一位亲美的领袖，在这个情感上能够接受吗？杨老师，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格陵兰、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国要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都是出动地面部队。那当然，现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够一下子取得全面胜利吗？占领伊朗吗？还是说只不过是重点的飞弹的打击，然后呢加速伊朗政府内部的这种混乱，以及它可能走向动荡？所以几个选项都会对美国跟对伊朗跟对整个中东都不同的影响跟冲击。那当然也会对中国跟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说伊朗能够抗拒了美国几次轰炸，其实有点像是延续过去几波的这种情况。那内部的这种就是说那种压力锅会更加的闷烧。那这个东西等待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会怎么样的爆发？不知道。但如果说美国决定真的是要去政权更替，对，那就必须要除了飞弹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队，或者是说呢进一步进去渗透，然后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现在看不到有武装的力量，武装主要还是在革命卫队跟他的民兵组织。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转变？这是我觉得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大概都思考过，但没有成效。也不要忘记，伊朗还是有很庞大的神权支持者，毕竟这个什叶派的支持者还是很强劲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做美国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间可以去更替政权不一定他自己美军进去更替，而是里面的内部的政府动乱而出现新的这个政权，它会不会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呢？我个人觉得，愿意跟美国交往、愿意跟美国和解的这个政府，
其实这个声音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温和派，但是他没有实权，对，因为最高领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不要讲变动太大的话，现在的伊朗总统如果真的掌实权，他可能愿意和解，但他不一定会亲美，因为他也知道整个伊朗人民的组成，以及伊朗在这里的地缘利益，还有呢，过去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完全的亲美，你事实上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很大的变动。那当然跟过去俄罗斯的战略跟军事关系，跟中国大陆的能源、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可能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这种变动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个新的伊朗政府出现。那我觉得愿意和解、愿意交往，也是美国愿意的。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对以色列也是相对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在思考的。好，这个谢谢杨老师的分析哦。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伊朗的战情，尤其现在最新川普的放话要抹除掉整个伊朗哦。那么伊朗现在则是喊出要圣战，洲际弹道飞弹预估他说了可以飞到射程到纽约跟华盛顿。以色列的部分则是开始备战7000枚的飞弹，中国大陆则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来压境吗？中东的开战倒数，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波是真的会把它的武器，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的飞弹持续的搬进中东吗？那如果真的搬进来的话，美国的林肯号即将到的林肯号还是王牌吗？还是成为一个废铁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军武面的关注。再来看到是川普现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来就是林肯号也快要到中东地区了，他到底会不会按下一个开战的关键呢？还是演一出吓人的心理战而已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当伊朗喊着要圣战，以色列则是传出要对伊朗打7000枚的飞弹，这一场仗可能从哪一个点会开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还是以色列会来先做清算？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东战事随时引爆，因为川普已经说过，他很快就会下令对伊朗来做动手了。那么我们来看到，只要能够推翻伊朗政权来自以色列的说法，我们愿意承受来自伊朗700枚飞弹的轰炸，也在所不惜。确实，现在伊朗已经做好了这个完全战争的准备哦。伊朗现在说呢，正在为以色列的最后一战做足了准备，这是来自于最高领袖哈米尼军事顾问说的，并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你在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了。接下来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号召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士兵上去，一起共同发起圣战。我们要来看到除了在这个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话，在军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动作了。目前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伊朗在获得了俄罗斯的批准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范围是足以涵盖在美国的纽约跟华盛顿的，这是来自于 X 账号的最新报道。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戒备，增调它的防空系统来到中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武器现在又有什么的新进展呢？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 X 的账号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中国大陆的各种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飞弹在内已经逐渐的往伊朗这边送过去。X 博主 War 也特别做爆料了，大陆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陆的红旗 9B 防空飞弹系统之外，还有至少16架的中国军用运输机直忙的奔往德黑兰。而川普最新发文，他也说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说，你们要把我暗杀的话，你的伊朗就会从地表被我们美国给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确实在军事上，刚刚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准备，美以在军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戒备跟部署。来看到的是，美国做的是最新向中东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的飞弹防御系统之外，还有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
统也抵达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美军的 F-15战机预估会集结总数达到24架。另外就是林肯号预估在这几天就会正式的到达中东，以色列也喊话可能会发射超过7000枚的飞弹，现在都已经对准了伊朗。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出动，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巡弋飞弹DF-26等等，还有它的红旗9B 的话，真的进到中东，那么美军的航母，尤其是林肯号，还敢不敢靠近？这些武器能够把航母给击退吗？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跟伊朗还有美国这3个国家真的是，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3个国家情势有误判的话极可能就擦枪走火。因为伊朗现在从上次的暴动事件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将它形容成一只已经受了伤的野狼这个受了伤的野狼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现在正在这个也是在惊慌失措当中。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刺激，它可能反扑的力量是会很大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历来从几次的中东这个以牙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一向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发制人，他绝对不会等到这个埃及国家或者是说阿拉伯国家对他发动攻势以后，他才采取防御式的反击。他通常都一定是先发制人，因为他的国土战略纵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伊朗有个风吹草动，那以色列会不会就采取以往的战略先发制人？那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也处于在这个受伤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美国这时候对他有任何刺激，他会不会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就对以色列或者对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各个基地来实施发动攻击那当然这一波来讲，我们从之前有听说过中国将这个这个红旗9这款导弹运送到伊朗，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因为红旗9属于防御性的武器，它属于这个区域防空的一个导弹，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将它护卫到它的德黑兰或者是它核设施或者重要的军事设施附近来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防空当然不可能达到全国都防空，可是对这几个地方来讲的话，它只要防护它自己本身领导阶层，避免被斩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如果说将东风26、东风27还有鹰击21这几款的这种大杀器，如果说提供给伊朗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为这个按照地缘战略来看的话，中国目前也不太愿意将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头，得罪美国因为毕竟来讲，美国是最大一个这个对中国来讲还是很大一个强权的国家，他不愿意不管在经贸或者是地缘上面跟美国结下这么深的仇怨。那因为这几种武器确实是大杀器，如果说搬到伊朗去对美国来讲的话，它的航母我认为是确实是不敢靠近，因为我们从这个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岛链附近了，这态势已经很明显了。甚至于在南海那边，我们看到因为中国有东风这个26、鹰击21等等这些导弹，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大概都在这个南海的南边这个很少靠近北边，因为他也担心如果说是万一一个擦枪走火，他会承受不住这些攻击。这几款的导弹有几种特性，第一个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没有办法去拦截的。第二个它都是会变轨的，所以你更难拦截。那你可以说这几款导弹有没有打给美国看过？我特别要讲，还真的打过，而且还真的打中过靶船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分别从中国的这种东南部会，大概是江西这个地方的导弹发射阵地，跟这个它的西北地方甘肃这边分别发射2枚不同款式的导弹。那在同一个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射，但是却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这几款大杀器，我想说中国大陆不是在吹牛的，它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它当然它不愿意去赌这个。那在中国或许双方还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层通话来处理一些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如果说是美国来讲没有办法通话，
那可能主要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不至于会将这几款大杀器提供给伊朗。好，针对看起来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大陆或许看起来还是会特别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还是不愿意提供给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们要来看到美国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刚刚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还有中国大陆给的武器之外，我们来看到美以现在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这时候川普也喊话了，他说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说有可能暗杀他的消息，来自于伊朗的情报，他自己得到的情报。那他也说了，他已经下达命令了，一个密令，如果说他被暗杀的话，他就会把伊朗从地表上抹除掉。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发言。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来做准备呢？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国的官员自己证实的，像中东地区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防空系统，还有刚刚讲的反无人机系统 F-15战机林肯号，还有以色列的7000枚飞弹。林肯号都快要到了，川普现在是准备开打了吗？或者是说他还在等什么？那伊朗说他有可能发动的这个圣战，有没有可能扩及成全球恐攻？赖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川普讲的那个他发的密令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杀死了，那他已经有密令了，密令就会生效。问题是谁来执行？因为你要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弹以外，核战没有可能。那问题就是你继任者范斯怎么可能说对伊朗8800万人发动核战，去把这个8800万人都杀光？这怎么可能？而且伊朗旁边周边接近的国家，包括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们都要受到核战的这个影响波及，怎么可能？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讲那句话是空话，因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总统，他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川普的这个密令，把这个伊朗从地球抹平。所以这个是讲幼稚的话，很幼稚，3岁小孩讲的话没有意义。而讲的这句话就会不会就把伊朗吓死了？也不会。但是你看美国现在的动作，把爱国者导弹、把萨德系统，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统装上去，把这个雷射反导无人机的系统装过去，这个都是属于防卫性的。防卫什么？当然就是要防卫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多不管是在卡达、在科威特，到处都有这些军事基地。那问题就在于，因为伊朗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很准确的打击到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采用这种中程的精准式的超高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采用无人机，都可以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防卫性的武器放到这边来，所以这是防卫性的，不是攻击性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攻击性的东西。您提到了有关于 F-15战机向中东集结25架，美国去抓一个马杜罗，一个人跟他太太2个人，一男一女，就抓这个马杜罗，他就要出动航母战斗群，而且是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舰，然后出动多少战机呢？150架的战机，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预警机，还有包括电子干扰机，再加上无以胜数的空中这个无人机。你想想看，150架战机浩浩荡荡的跑去了委内瑞拉，才抓2个人。你要用这些战机，就要把16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万人口，革命卫队就已经将近20万人，民兵还有60万人的这个大军，你说要用这一些一个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再加上这几架战机，然后就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你不要，你姿态也摆认真一点，我就会觉得。川普，你认真一点，你真的认真一点。你在委内瑞拉你都搞这么大阵仗的，你到伊朗这个摆这个阵仗没有意义。那以色列说我用7000枚导弹打你，他这个是威胁性的。为什么威胁？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
本来就是这个川普要打你，我还劝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这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提前枚导弹来伺候你，那这个还是威胁性，这代表什么？以色列并不支持川普在这一次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话啦，就是做一个防御性。他说7000枚的导弹准备对准的是伊朗。那他也说了，你伊朗啊，随时打来700枚都没关系，我们都做好准备了。有没有可能现在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谁会先发制人？委员又怎么看？谁会先发制人啊？应该要看美国怎么发制啊，跟以色列、伊朗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弹道导弹的攻击啊？这个以色列自己来盘算，大概拦截个80%左右，还有200多枚可能会击中。那击中的时候是击中那重要的地方还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会击中重要的地方，9%击不中那个重要的地点啊。那这样的一个攻击，以色列要不要承受？这以色列自己盘算。那从美国来讲，客观的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攻击伊朗几乎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对哈，因为他战略上不会去说我要消灭8000万人啊，或者什么革命卫队，他战略上只有2个，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些伊朗的教士集团的头大概50个全部铲除，有没有这个能力？要看他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准不准啊。如果像珍珠党的话，那准得不得了，那是50个教士集团头子可以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这政权都改变了。第二个革命卫队大概就50个头。这50个头如果一夜之间被消失，像那个叙利亚民兵一样，那就解决了。所以看他到底情报有多准，如果情报不准的话，那可能还要来个第2次、第3次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战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卫以色列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防卫美国的军事基地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那伊朗当然有很多的飞弹、导弹，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厉害，为什么？因为打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它基本上是所谓的液态燃料，液态燃料很讨厌，加油啊，加燃料要加个1-2个小时才能够发射，它不是固态拉出来马上能够发射，这一点是它的短板所以液态的比较容易侦测那上一次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本上美军跟英军没有出手，没有空中拦截，所以才比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导弹的数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对700枚，不要以色列纳坦雅，要说我就干了为什么？因为目的是不是要消灭伊朗？目的要铲除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的满清末年了，坦白讲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了那至于刚才厉将军有提到说中国会不会介入？不会的啦。中国没那么笨就扶持一个满清末年的王朝，绝对不可能嘛。何况那些武器都要中国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国，那是中国有本事连台湾都不敢这样打了，还敢去帮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过，在台湾都不敢打，怎么可能去帮伊朗打？不可能。